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整体成为了战场。1917年，美军加入了英法的协约国阵营，协约国迅速取胜，战败的德国被迫承认了132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这个数字有多大呢？大概相当于战前德国 GDP 的2.5倍，而且必须是以外汇形式在30年内还清。你想象一下，假如每年有30万的收入，从现在起要每个月白白帮一个130万的房子还30年的房贷大概就是这么大的压力。德国因此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加上战争造成的社会损坏，非常的虚弱。但是英法也没有变得更强，英国因为战争债务也过得很困难，法国则是基本打光了一代人的希望。而且一战之后是民权运动的爆发期，国民拥有的话语权越来越大，民众对于生活水平的不满压力让英法政府越来越施政困难。英国在纺织、煤炭、钢铁、造船等等主要产业上都不复当年，国家的整体实力在下降。而大洋的另一边，从一战爆发开始，美国就成为了欧洲的重要供应国，生产能力迅速发展。美国国内利用这些收入完成了新时代沟通网络的升级，电话机在美国普及，美国的国内油费也来到了欧洲人不可想象的低价。通用和福特的标准化车型让平民也能负担得起了，福特的一线工人只需要3个月的工资就可以购买一辆本公司的 T 型车。于是美国进入了大量生产与大量消费的时代，像是收音机、电动洗衣机、电冰箱等等耐用消费品都迅速普及，这些在大部分其他国家都是2战之后才普及的。伴随着这种消费文化，金融公司开始大量涌现，经济差一些的人可以选择分期购买汽车、家电和家具。差不多同时，美国还开始流行拥有自己的房子这种新概念，更常见的说法就是大家熟悉的 Dream House。事实上，早在1战之前，希尔斯罗巴克公司就开始通过邮购出售房屋了。他们会给购房者寄送基本的材料和安装图纸，就这样拼成一间房子。当时美国政府也积极鼓励民众买房，自有房屋普及率的提升速度很快。1920年，已经有40%的美国城市家庭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当然，人的欲望是无限的，美国人自然也希望拥有更多，所以有各种帮助人们赚钱的新玩法，其中最热门的就是土地投资。毕竟还有超过1半的美国人没有买自己的房子呢。当时最典型的佛罗里达州，由于收入提高、交通便利和温暖的气候，成为了非常热门的搬家目的地。当时只需要10%的首付就可以拿下新房。佛州人口1920年还是96万人，到了1930年就有146万人了。太容易入手的土地资产使得需求大增，地价迅速飙升，形成了一场小型的房地产泡沫。也出现了一些黑心商家，把根本不适合居住的土地卖给不知实情的外地人，那大概就像是现在日本的华人中介忽悠中国人买日本的房子吧。当然，很多买的人也只是在玩击鼓传花的游戏而已，只要自己不是最后那个买来住的傻瓜就行了嘛。当时的佛州甚至可以卖出去距离州府超过100公里的小镇的土地，而且这个小镇还是虚构的群马县的不动产中介都不敢这么玩。有些地段好的房子一天就能转手5次。不过1926年，佛州遭遇飓风袭击，导致击鼓传花的链条一时中断了。迈阿密银行的票据交换额直接从10亿暴跌到了1.4亿，然后这次小泡沫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这也看得出来美国当时的投资和消费氛围是什么样子的。那要说到民间投资热，除了房地产，另一个大头自然就是股市。当时英国恢复了金本位，但是丘吉尔定的汇率偏高，导致英国出口变弱，进口变强。这些黄金就流向了美国，法国也是类似的黄金流向美国，德国则是黄金先流向英法，最终还是到了美国。同时，美国刚刚取代了欧洲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整体上美国企业的业绩稳健，股价也还处于低位。同时，中产阶级文化浓厚的美国公司舍得派息，投资的潜力很大。那美国经济强劲，加上黄金的流入，货币自然必须要宽松。1927年，美联储就实施了金融宽松政策，市场上的资金进一步增加，股票投资的环境越来越宽松了，股市上的 brokers loan 大幅增加。这种贷款就是用已经买到的股票作为抵押借钱，然后借到的钱可能又拿去投资了。不到10年，这种贷款的总量就增加了6倍，居民杠杆率狠狠地上去了。并且1920年代后半期还爆发了一种叫做公司型投资信托的东西，
就是没有其他的实际业务，单纯靠投资来盈利的公司。这种做法其实在英国早就有了，但是美国一直只有寥寥的几家公司，但是现在数量就突然爆发了。传统的这些信托投资公司还有严格的规则，限定死了能买的证券类型和保存的方法，但是1920年代新增的这一批基本上就是不管不顾了。他们为了炒股而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募集资金，宏观经济上来说，这当然是增加了杠杆率，但是对公司而言，暂时还算是合理操作。但是他们自己的股票也会迅速涨价，于是之后有些投资信托公司竟然还设立新的投资信托子公司，子公司在发行股票和母公司套娃，搭乘市场景气的风气，价格能够迅速上涨，然后子公司又有孙公司啊，孙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矣。很多信托投资公司整体发出去的票据的总值已经超过了他们所持有的其他公司票据价值的2倍啊！停下来动动脑，请问如果每个子公司都只能再拥有一个自己的子公司，而且他们的泡沫率是一样的话，那么最后让母公司收敛到2倍增值的泡沫率是多少呢？总之1928年美国的股市指数上涨了 35%， 总统选举中候选人福佛喊出了口号，让每口锅里都有一只鸡，让每个车库里都有2辆车。在1929年3月的就职演说上，他又信誓旦旦地说，今天我们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消灭了贫困的国家。当然这种财富过热肯定是不正常的，政府职能部门也看得出来。其实从1928年开始，美联储就已经在逐步提高贴现率了，试图抑制股市的过热。结果由于美国的利率升高，反而吸引了更多欧洲资金的流入，市场变得更加火热。更糟糕的是，由于利率提升，民间的住宅建设和其他投资大幅减少，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工程也纷纷延期，失业雇佣的人数也在下降，实体经济明显在衰退，但是股市泡沫却在继续扩大。1928年道琼斯指数大概在300点左右，1929年6月就涨到了333点，7月到347点，8月更是飙到了380点。妇女和工薪阶级也大量涌入股市，各种股价操纵层出不穷。然后9月3日这天，美国的股价还算稳健，成交量达到了443万股。9月4日好像也没有比之前有太多变化。然后9月5日起，股价突然暴跌，道琼斯指数一下子跌了10点，股市一直涨的传奇结束了。之前经济学家巴布森曾经预言说，股市迟早要暴跌，悲剧一定会发生。当时他被嘲笑为臭名昭著的悲观派，所以1929年9月5日就被称为巴布森崩盘了。之后道指持续阴跌，到9月底跌回了343点。虽然市场整体继续看跌，但是大部分人的心态还是不要慌，这只是技术性调整，熬过去就好了。10月15日，花旗银行董事长还自信地说，市场整体还是健康的，考虑到美国繁荣的经济，现在的股价完全合理。但是阴跌并没有结束。10月21日星期一，新的一周，股市一开盘，成交量突然放大，道琼斯指数暴跌。当时经济学的权威之一欧文·费雪出面安慰股民说，这只是清理了一些涨得过高的股票而已。禁酒法推行后，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和不良率都会改善。之后10月24日，开盘市场还算稳定，随后股价开始逐渐下滑，而且出现了技术性的股价信息更新滞后，这对于投资者来说简直就是折磨。市场的恐慌情绪开始蔓延，投资者们纷纷抛售，很多伯克斯勒投资者都因为付不起保证金而被迫抛售了抵押的股票，进一步压低了整体股价。交易所外聚集了大量围观群众，警方不得不增派警力来维持秩序。华尔街的金融大佬们紧急集合开会，随后宣布将共同稳定市场。于是当天下午，市场恢复了平静。当天股价整体下跌，成交量达到了惊人的1289万股，称为黑色星期四。下一周的星期一，10月28日，市场再次暴跌。当天下午4点半，银行家们再次开紧急会议，结果这次没有拿出什么具体措施，只是软趴趴的声明市场上依然存在足够的积极因素。投资者们当然不会满足于这种敷衍。当天道琼斯指数暴跌 13%， 但是事情还没有到最糟糕的时候。接下来的10月29日星期二，几乎可以说是金融史上最惨烈的一天。开盘后仅仅半个小时，出售订单数就达到了
了326万股，最后道琼斯指数直接干到了230点，被称为悲剧星期二。于是短短1周之内，美国的 Brokers 论存量就蒸发了10亿美元。福佛的政府顾问克莱因博士在电台发话稳定信心，说美国的经济基本面依然健康，已经几10年没有公开讲过话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都被请出来喊话说，我坚信美国的经济基础是稳健的。这几天我和我的儿子还在持续买入市场上好的股票，但是这些都没有用。这次暴跌过后，曾经自信满满的说经济很好的经济学家们都被当成了骗子，狠狠批判。不过我就想说，有没有可能人家本来就是骗子呢？只是当初大家在谎言和真相之间自己选择了相信骗子吗？悲剧星期二惨烈到，甚至有报道说华尔街的投资者纷纷跳楼自杀，连路人在这里走路都要小心避开尸体。当然事后发现只是乱搞大新闻，想要借机批判一番，实际上确实是有人跳楼，但是人数很少。无论如何，美国的这次暴跌引发的连锁反应扩散到了全球，世界经济陷入了大萧条，实体经济也因此受到了巨大冲击。1929年，美国的失业人数增加达到了155万人，占劳动人口的3.2%。1930年开始，这一数字的增加迅速加速，到1931年，美国已经有802万劳动年龄失业人口了。面对这种情况，福佛政府的措施效果也不好，他们希望集中力量援助银行和企业，然后依靠银行和企业的复苏重新带动市场的调节能力，但是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1932年，美国失业人数达到了1200万人，已经占了劳动人口的24%。这意味着平均每4个家庭就有1个家庭失去了收入来源。这段时间，美国的银行也一个接一个的倒闭，毕竟银行就是靠经济发展来赚钱的嘛。1930年开始，4年之内，美国倒闭了6000家银行，占了总数的1/4，而且当时还没有存款保险机制，所以银行倒闭的话，储户的存款就很可能拿不回来了。银行倒闭潮和储户恐慌挤兑在互相给对方加速。1929年，美国的个人储蓄总额还有417亿美元，到了1932年，跌到了-65亿美元，国民的负债总量比储蓄总量还要大。尽管1932年政府想要靠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但是信心不足之下，大家拿到钱也都藏起来，新增货币根本没有进入流通。1932年6月，大批退伍军人因为经济困难要求提前支付津贴，1.5万人聚集在华盛顿，结果支付法案被国会给否决了，退伍军人们便与联邦军队发生了冲突。当时负责指挥的麦克阿瑟还下令烧毁退伍军人的营地反正再过个10几年还要去日本，先复刻一下战国文化是吧？这些种种都让这届政府彻底失去了信任。1932年大选时，群众高喊打倒福佛的口号，结果他惨败给罗斯福，黯然退出了政坛。而后罗斯福新政逐渐稳定住了美国国内的形势。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还有 Hype 积分和硬币呀！我们下期再见。